一个在战场上丢弃自己伤员的政权，他能不亡吗？通过今天这个成功故事啊，我想每一个战场上的士兵都想要一个机器人战友。大家好，我是大卫，美西时间2025年5月21号，欢迎来到大卫观点频道。今天咱们聊一个军迷的专题，这机器人战友啊，以后可能会成为上战场上的标配。因为现在已经是21世纪的信息时代了，机器人很有可能会首先走向家庭。大家一听说这机器人呢，和平时期啊，你就会想到有些拧螺丝的活啊，直接就让机器人干了。家庭啊，很可能美国会配备一个家庭2个保姆，一个负责买菜，一个负责遛狗和做菜，也包括马斯克推崇的那个猫女机器人。我相信好多这个单身狗都盼着呢，3万美金又能给你买菜做饭，还能给你按摩，又会36种姿势，你说你能不享受吗？所以说啊，在现在机器人都在紧锣密鼓的研发当中，这个产业都是几十万亿美金大产业。以前节目我已经讲过了，而目前呢，在战场上机器人啊也已经上市了。比方说啊，今天我们给你讲的故事主角就是俄乌战场的地面救护机器人。现在战场机器人分为2种，一种叫进攻型的，我给你展示一下啊，就是在机器人上面安装一个重型机关枪和一个超大的一个弹夹，它是和士兵一起冲锋的，它可不怕地雷呀，炸完了以后照样打，而且呢，它也能冒着枪林弹雨，不用避弹衣。那实际上你肉身作战的时候，你也需要一个后撤。大家看过军事电影，有一个叫《血战钢锯岭》，其中啊，日军在碉堡里打的就是那些救护兵。无论说你打着十字那个红十字的旗子呀，你俩人抬着个担架后撤伤员的时候啊，都会被重点扫，就是机关枪重点就是扫那个，一扫至少1个军医、2个卫生员和1个伤兵啊。真正打起仗来，没有人在乎那个红十字那个旗子的。所以当时啊，这些卫生员就仰天长叹说：“上帝给我们一次机会。”就是他们作为卫生兵，就是要救自己的伤员回去的。现在呢，直接受到日军的火力压制。由此可见，真正在战场上受了伤，人是多么盼望着能有战友啊能够把你后撤的。现在另外一个机器人长这样啊，大家仔细看，它呢正好像一个厢式的小车子，里边能坐俩人。你要说现在的伤员能不能后撤，你要看哪个国家，没有对比不就没有伤害吗？最近有一个视频啊，让世界上所有的军迷是扼腕长叹，人命在战场上怎么就那么不值钱？战友之间的情谊在督战队面前简直就无法实施了。给你看一个视频啊，这个这个视频是在巴赫穆特前线，俄军的一个士兵受伤了，看那个意思应该是踩在地雷上的，腿被炸断了，正在流血，生命垂危。他在爬着想往回爬，但是周围的战友连续过了很多人，只是对他看了一眼，报以同情的目光，根本就没有人停下来。为什么没人救他？很简单一点，如果说一个受伤的伤员，你没受伤，你架着他往回走，在督战队看来，你这就是怯战，这就是马上要拿枪扫你。所以战友情分啊，你想救你都不敢救。这个是大俄的这个前线，因为前段时间呢，大俄正好发了个消息，他对最近加入大俄国籍的2万个外国人，刚刚完成大俄的这个国籍，他就把这2万多人直接送到前线了。他在想，你加入我国籍的时候，你就要承担上战场的义务。刚才我节目讲到的，除了前线的老少边穷，穷人家的孩子当炮灰啊，这些新加入的人呢，他也会成为炮灰。而且这些人上去以后，手机、银行卡全都交给长官，长官心里就想，
你这10来个人一个小队上去，那肯定会成为无人机的猎物。你不可能回来，你的手机就归我了，你银行卡里的钱他也会能给你支出来。所以说，在这样的国度啊，拿前线的炮灰呢，根本就不当人，战友之间呢，想救都不敢。现在乌克兰有一个专门的机器人，它就是做救护任务的。这个雏形来自于我屏幕上这个是德国啊，在2023年捐助给就是无偿捐助给乌克兰政府的，一共捐了30台。但乌克兰发现啊，这真是个好玩意儿啊！我们的士兵万一受伤了，比如说踩地雷被炸了，后撤根本后撤不了。但如果有这个，它就像一个像保险箱一样，人躺里边自动回来了，这真是好事啊，真是救命的好玩意儿。但是发现也有个缺点，就是履带的移动速度太慢，因为大俄的无人机啊，它也在猎杀这种无人车呀，你往前跑慢了以后，容易被这个地方的无人机给轰炸。所以说他们现在研究出的产品呢是4个轮式的，就是橡胶轮子，那跑的不就快了吗？我给你看一下这个最新的视频哈，这是在乌克兰特种部队第13旅的一个视频。算了，改天我再给你看啊。就是说这个视频里边恰恰记录了这个完整的救护过程，长达20分钟，如何把一个伤兵顺利的后撤到后方的。这个是在巴赫穆特的前线肃清敌仇的时候，因为有些大俄的士兵他专门藏在这地下室里边往外放冷枪，这时候啊，机器人和士兵就一起去挨个建筑一栋建筑的检查，直到把敌人全部赶出去。而这个时候一位士兵不幸就中弹了以后，战友一看必须得给他后撤，因为他不可能像大俄似的作为一个年轻士兵把自己的鲜血洒在自己的土地上，必须得救回去。所以说呢，2个人直接架着他呢，就把他塞到这个盒里了，就是我刚才看的这盒。这个盒里啊能够盛2个人。现在有一个士兵呢赶紧往后撤的过程中真的是惊心动魄。首先说真正操作的是后方看着电脑，一个电脑屏幕上呢有2个摄像头，一个是前边扫清路障的，你总不能掉一坑里吧。第二个呢是指导这个伤员你赶紧的救护，因为他躺着以后啊，他要自己在这里边找到救护包，包扎自己的伤口，把这个弹片剜出来，包括打了一针吗啡，这都是在这里边完成自救的，然后顺利的往回走。在走的过程中，有专门2架无人机为他提供什么警戒和保护。因为你在往后撤的过程中，那正好是个晚上，他这前面2个灯就打开了，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移动目标啊！俄罗斯的无人机啊，就一直就扑过来，好几架无人机扑过来要来轰炸这个正在后撤的伤员。这个时候呢，乌克兰的无人机就去撞啊，直接把地方的无人机撞完了。所以说最终这个伤员顺利的完成了后撤。所以说啊，一个无人机和这个机器人的配合就救回了一个年轻的生命。我今天讲这个故事呢，可能让很多的这个作战的人士也会看到，大家都希望这种无人机和这种无人作战艇啊，能够跟你一起保护自己的生命。好吧，今天就聊到这儿。欢迎关注大鱼观点频道，每天和你更新有意思或者有用的信息，也欢迎各位在留言区留言。谢谢各位，再见。